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身上14颗富贵痣，看看你有没有。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长痣，但痣长在不同的地方，就有着不同的命运。如果女人脸上或者身上这些部位长痣的话，便是吉利的象征，暗示她们命里带财，这辈子不会缺钱花。那么女人身上有哪些痣是富贵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太阳穴有痣。太阳穴部位在面相学上称作为迁移宫，也称为驿马宫。在太阳穴处长痣是属于典型的吉痣的代表，是女性的富贵痣。这里有痣说明此人天生聪明、大方豁达，有勇气魄力，身为女子却有男儿的雄心，能够八方来财，属于典型的天生好命，敢闯敢拼，又有很强的生财能力，最终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，升迁不断，获得丰厚的财运。2. 眉中有痣。眉中有痣是女人面相中顶级富贵痣，这种痣在相学中被称为眉里藏珠，珠则是蕴含着珠宝、财富。有这类痣的女性大多富贵无忧，晚年安稳幸福。眉中有痣的女性在生活中有相当平稳的事业运和财运，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和名声，为人和善、踏实、勤恳，有恒心和耐力。所以说，有着这一志向的女性们可以尝试自主创业、经商，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就算不依附男人，也可以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。3. 嘴角有痣。嘴角有痣是最容易成为富婆的志向。嘴角有痣的人财运好，人缘佳，善理财，能聚财，一生衣食无忧。嘴角长痣的人多聪明，能说会道，为人七窍玲珑，心思通透，有很好的社交手腕，交际圈广泛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在内能精明持家，在外也是能理财的事业女强人，能利用自己的好人缘八方聚财，一生过着清闲舒适的生活。4. 上唇有痣。上唇有痣是女人身上的10大福痣之一。在面相学中，女人上唇有痣是一种福相，则表示此人食禄运极佳，一生衣食无忧，不必为生计烦心，而且精神生活丰富，日子过得十分充裕。上唇有痣的女人在人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天赋，为人心思灵敏，善于周旋，有说服人的能力，能依靠出色的交际能力为自己谋求福利，能够吃四面八方来的财。而且他们大多数人福气都不浅，物质条件很丰富，个人的收入也不低，懂得享受生活，各种美食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。5. 下巴有痣。在面相学中，下巴及地格标志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财富，下巴丰满则表示此人家产厚实，田宅不缺，这样的人多具有富贵相。下巴有痣主的是田宅、屋宅，对于另一种说法是贪吃痣，指的是下巴偏上靠近嘴巴的地方，这表示有吃福，能吃便是福，这也是福气的象征，寓意着一生衣食不缺，安乐富足。女人下巴有痣主财富，寓意财富一生伴随左右。尽管出生不一定富裕，但可以在投资创业方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，名下有不动产，他们的子女孝顺，婚姻和谐，事业也很稳定。6. 耳后有痣。女人耳后有痣表示暗藏财，在耳后长痣的女人生财有道，为人精明，一生不为钱财所困，家底殷实，物质生活富裕，即便是没有大笔钱财进入到账上面，也会通过积少成多成为有钱人，是属于财富不外露的人。
而且为人大方豁达，有很好的人缘，贵人运强，就算家境普通也能够持家理财，和气生财，夫妻感情深厚，能一起携手努力，勤勤恳恳创造财富，晚年子女孝顺，能享天伦之乐。7. 胸部有痣。胸部有痣是女人少见的富贵痣，胸部有痣算是隐秘的痣，越是靠近女人乳房的地方，就越意味着富贵吉祥，能生贵子。因为古人认为乳房寓意着子嗣，所以乳房有痣都是能生善养的标志。另外还有乳下的痣，古人称这里是左右财库，左为钱财，右为田宅，都是有福的标志。此处有痣，表示此人子女缘厚，家境殷实，财运亨通，一生富足有余。8. 手心有痣。手心有痣也是少见的女人顶级富贵痣，拥有这种志向，就意味着女性在生活中有着极佳的理财和守财能力，不仅善于赚钱，而且也能够合理使用财富，所谓的一掌定乾坤的说法。要是手心上面长了痣，那就表示整个人是非常聪明的，是不缺钱用的，有野心，容易成为老板。这类女人有非常聪明的脑袋，善于发现商机，也能够抓住机遇。同理，手背有痣表示自己善于理财，理财能力是比较强的。如果是女性，是可以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的。9. 脖子有痣。女人脖子有痣是福痣，脖子有痣代表的是有靠山，普通人活着都想有靠山，因为有靠山的人出门在外不会受到欺负，遇上困难还会有人帮助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，而且表示这个人一般不太爱显山露水，属于那种比较有钱，但是不是很显摆的那种，在命理上叫做屋下藏金。但小酱汁需要提醒大家，脖子前面有痣代表会招惹小人。对女性来说，左凶右吉，就是说女性的脖子左边有痣代表着大凶，右边则代表大吉，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10. 后背有痣。在背部中央长痣的女人，命格非富即贵，出生家境殷实，祖辈家业丰厚，少时能得父母的精心呵护，无忧无惧，长大能遇门当户对的配偶，不必为生计担忧，婚姻幸福，儿女双全，而且为人多随和善良，聪明伶俐，有很好的贵人缘。个人就算想要在事业上做一番拼搏，也能够获得众多的支持和帮助，可以说是顺利美满，一生无忧。11. 脚底有痣。老话说，脚踏一星，能领千兵。在相学中，脚底是权力和美食的代名词。除此之外，脚底也主管车马劳作。若是女人脚心有痣，代表其人适合打拼事业，天生有很强的领导才能。但此类女人并非只爱事业的工作狂，她们审美能力强，喜欢艺术和美食。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后，喜欢用奢侈品、长途旅行和美味大餐来犒劳自己。但脚底有痣的女人不宜在家乡长期发展，离乡后在广阔天地中打拼，很容易取得成功。12. 肚子有痣。女人肚子上的痣也可以叫做饱腹痣，意味着自己吃穿不愁，不会挨饿受苦。这类女人是非常有福运的，家里的人都可以跟着得到福佑，她们一般也很有子女缘，如果丈夫能听到他们的话，自己的家庭也是会更加的不错。13. 后左肩有痣。一般来说，女人肩膀后面有痣都是吉痣，尤其是女人左边肩膀后边有痣，更是旺家旺夫之命。女人左肩后方有痣，通常代表田宅，同时也代表他们长辈缘分深厚，能够得到长辈们的馈赠，比如说祖上留下来的房屋、田宅和大笔财产等等。这样志向的女人心肠特别好，很孝顺，
而且一生的运势也不错，是天生的好命之人，有福气更有财气，小时候就旺家，结婚以后更是对老公的帮助很大。14. 发中藏痣，头发当中长痣是非常隐蔽的，因此也是好的预兆。如果女人头发里长痣，多数都是富贵之人，一生不愁吃喝。有这种志向的女人多有才华，聪明伶俐，具有大智慧，而且心胸宽广，为人正直善良，积极乐观，也能够拥有好的运气和财运。她们出嫁前就对家里帮衬很大，家人会因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而得到更多。结婚以后更是非常旺夫，在老公的事业方面给予实质性的支持。他们不仅是好的贤内助，更是老公生意场上的好帮手。如果女人有以上这11颗痣的话，那么一生的运势都会非常好，即便不能大富大贵，也至少可以衣食无忧。好了，今天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4种不能娶的面相，宁可单身也别招惹。人们常常喜欢说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但其实无论是对于男人或是女人来说，嫁入或是娶妻都是关系着终身幸福的大事儿，所以男人也很害怕娶到一些不好的女人，影响了自己一辈子的婚姻幸福与家庭，而这一点男人也是应该要注意的。毕竟并非每个女人都适合娶回家，有些女人娶回家只会倒霉一辈子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不要娶回家不能当媳妇儿的面相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脸颊内陷无肉。脸颊内陷无肉，脸骨突出的女人一般为人比较的尖刻，为人非常的小肚鸡肠，心胸比较狭窄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儿而耿耿于怀，眼界狭窄，只顾眼前的利益，嫉妒心非常强，最见不得别人比她过得好。别人比她长得漂亮，她会嫉妒；别人比她有钱，她还会嫉妒，然后在背后诋毁别人。为人非常的自私，在感情上也是，只知道索取，却不愿意付出，所以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少，了解他的人都是敬而远之。2. 耳廓突出。耳朵的最外层称为耳轮，内层称为耳廓。耳廓特别突出的女人，一般性格都比较的叛逆，缺乏理性，所以说话的时候往往不过脑子，喜欢与别人对着来。这种女人非常的自私，并且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她们却不是这样。若是与家里人发生不愉快，就会在外面给别人唠叨，做事儿更是全凭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完全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试问这样的女人谁敢娶？3. 单眼皮小眼睛。从面相上来说，单眼皮小眼睛的女人一般缺乏大智慧，情商比较低，做事缺乏底线和原则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，为人有些刚愎自用，一言不合就会大吵大闹，丝毫不会顾及形象，所以导致家庭关系比较的紧张，容易与公婆和丈夫发生矛盾和冲突，并且非常的爱炫耀，希望别人都围着她转，心绪起伏比较大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给这种女人交往和生活会让人感觉特别的累。4. 印堂窄。位于两眉之间的印堂宽窄决定了一个人的心胸大小。一般两眉之间的距离以10指为尺量的话，1指半到2指之间为最佳距离，如果低于1指半的话，则就是太窄。这种女人一般心胸狭窄，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并且生性比较的懒惰，缺乏进取之心，家里家外打理的一团糟，并且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。给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，肯定是3天1小吵，5天1大吵，没完没了，非常心累。5. 鼻子高挺无肉。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，如果女人鼻梁高挺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往往心性比较的高傲，非常的势利眼，容易看不起别人。
与人结交时也只喜欢与那些条件好的人，对那些经济条件差一些的，总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，即使是身边的那些条件差的亲戚也看不起。在找对象的时候，把对方的经济实力看得过重，喜欢与人攀比，虚荣心非常的强。在工作和事业上不愿意努力，总想着投机取巧，娶了这种女人会经常受到他们的抱怨和打击，非常的让人难以忍受。6. 三白眼。三白眼的女人大多非常的聪明，但是为人却非常的善变。这种女人个性比较的要强，不喜欢服输，喜欢争强好胜，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任何手段，并且也非常的固执，脾气也非常的暴躁，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，为人非常的高傲和自大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并且心机颇深，非常的有城府，只要得罪了他们，一旦抓住机会肯定会报复回来。遇到这种女人最该绕开。7. 眉粗眉尾上扬。眉毛又称情缘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状况，最好的眉相肯定是要浓淡适宜，眉尾有距。相书上常讲眉如焦炭，非灾即难，就是说眉毛比较粗浓且眉尾上扬的女人，大多脾气都非常的大，并且非常急躁，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类型，喜欢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发雷霆，并且最接受不了别人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，做事风格属于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，不为人所喜欢。8. 下巴尖削太短。女人如果下巴比较尖削的话，大多心思比较的复杂，这种女人为人不够大气，甚至可以说有些自私自利，心眼儿非常的小，喜欢斤斤计较，待人处事都比较的冷淡，缺少责任心，坚持力比较差，做事很难长久，并且这种女人大多脾气比较的古怪，做事儿缺乏底线和原则，喜欢胡乱的发脾气，经常会和家里人发生一些口角和矛盾，生活难以幸福。9. 脸庞过于方正阳刚。女人之美，美在其柔。如果女人脸庞长得比较方正的话，整个人看上去就会显得长相比较的男性，给人一种很阳刚的感觉。面相主要表现在下巴比较的方宽，腮骨比较的突出，额头前凸等。这种女人大多比较的固执，性格比较的刚烈，而额头比较高凸的女人则心高气傲，比较的傲气，不服人，做事儿容易眼高手低，而腮骨外翻的话，则为人比较的固执，心肠比较的硬，报复心比较强，缺少恻隐之心，所以遇到脸部比较方正的女子，要是远离为好。娶了这种女人，家中就别想清静了。10. 发质硬，发质粗枯。发为人血气之余，根据一个人的头发状况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性格。如果女人发质比较硬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也比较的倔强和强势，做事比较的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，并且心肠也比较多坚硬和狠辣，从来不会低头或服软。在婚姻中经常发生口角，甚至会拳脚相向，家中矛盾不断，让人苦不堪言。而发质粗枯则血气不足，这种女人大多身体状况不太好，甚至会影响生育和子女运势。11. 嘴角下垂的女人。嘴角下垂的女人一般看上去性格都比较的内向，平时对人看上去也非常的友好，但其实这种女人性格非常的悲观和消极，容易把别人想得特别坏，特别的喜欢抱怨别人，但是从来不会去检讨自己，即使是自己不对，也坚决不会认错，会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，内心非常的阴狠，并且疑心非常的重，对自己的另一半总是疑神疑鬼，所以大多婚姻都不是太好，容易离婚。12. 眼神凶狠的女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通过一个人的眼神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神比较凶狠的话，那么她们的内心也肯定不会善良。眼神凶狠的女人一般内心都十分的狠辣，
待人处事也比较的尖酸刻薄，心中缺乏包容心和善念，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内心非常的狠毒，得罪了这种女人的话，一般都会遭遇他们狠狠的报复。13，两只眼睛大小不一致的女人。眼睛是心神的外在表现，如果一个女人两只眼睛大小不一致的话，在面相中又称雌雄眼。这种眼相的女人一般性情多变，为人比较的主观，缺乏理性和公正的判断力，为人也非常的感情，非常的注重权势和利益，容易得理不饶人，做事方面有一些不通人情，甚至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而背叛感情。14，声音低哑。相术认为心动为性，性发为声，声的产生离不开气，声音的大小、长短、清浊、缓急又与命路有关。命贵之人生出丹田之内，他通过心气发于舌端，所以声音也能体现人的富贵贫贱、吉凶祸福。女人声音贵在柔和悦耳，如果女人声音比较的低沉嘶哑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生性比较的固执，为克夫之相。声音中气不足，则身体容易抱恙受损，为人比较的固执，社交能力不强，人缘不太好，难振家运。娶妻需谨慎，毕竟妻子是要陪伴自己终身的那个人，娶妻也与我们这一辈子的幸福有着莫大的关系，我们又怎么不重视呢？但生活中有很多女人都是不能娶回家的对象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女人的特征，才能很好的避免。而以上便是小酱汁整理的相关面相知识，你都了解。森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一个人发财前身体会有16种变化。我们平凡人的一生，大部分人终其一生，莫非都在追求财富、精神享受、幸福等等。财富往往也是许多追求的基础。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了。在这个世上，绝大部分人都不蠢，也都比较勤奋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发财。很多人一辈子都难发财一次，但如果能有一次的话，今后的人生必定不一样了。其实人在发财前，身体往往会有一些变化征兆，如果能够把握住，那么必定能横财大发。那么身体哪些变化预示着即将发财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印堂红光满面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大财来前必有桃花满面。当你最近的气色开始变好，病灾远离，疤痕愈合得很快，而且脸上显得红润敞亮，并且不自觉地带有笑容之时，表明运势转好，财星高照。这样的现象出现时，人往往事业有成，升官发财，前程越来越广阔，不易与人结仇怨，所以注定和气生财，越来越富，不出1年时间就足以一夜暴富。2. 近期黑痣上长毛，大多数的痣上是没有毛的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痣上长出了毛，则表示好运即将来临。福痣上长毛预示招财进宝，凶痣上长毛预示逢凶化吉，都是吉祥的预兆。这样的人近期精力旺盛，神采奕奕，工作方面事半功倍，一帆风顺，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。倘若是生意人痣上长毛，则整年的运势都不会差，必定财源广进，大富大贵。3. 左眼皮经常跳，俗话说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在民间一直都认为左眼皮跳是一种财运和喜事降临的征兆。如果有一段时间内你的左眼皮经常跳动，说明你的财运即将来临，其实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。左眼皮跳动期间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此时可以多进行社交活动，此时运势旺盛，能够获得许多意外的财路和人脉，在未来的1年内能够升官发财，名利兼得，自然就有许多的财富。4. 指甲长得很快，十指连心，指甲长得慢代表新陈代谢的快慢。如果最近指甲长得快，则说明身体健康，活力十足，财帛亨通。5. 左耳内耳朵感到很痒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左耳内内耳很痒，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飞来横财。另外，
鼻子的大小也会暗示着你是否会有偏财运以及财运能力的大小，这是从面相的角度来评判的。鼻子位于人脸的正中央最突出的位置，与一个人的美丑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同时，鼻子也称为财帛宫，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财运。如果你的鼻子直而挺，丰隆饱满，那么说明你贵气洋溢，值得庆贺。6. 左眉及眉眼之间有些痒，眉毛也是看面相时需要注重的部位，可以推测一个人的运势及财运。如果你的左眉以及眉眼之间有些痒时，说明你将会发横财运，获得一笔财富。不过要注意睡觉的姿势，因为一不小心没摆正姿势，就会把钱财睡没了。本来有机会可以做一个有钱人，却因为睡觉姿势不当丧失了钱财，那就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了。7. 肚脐及周围奇痒无比。当你的肚脐及周围奇痒无比时，你很有可能会发横财运。另外，腰部也预示着一个人的财运好不好。有个成语叫做腰缠万贯。如果你想获得财运，不妨多锻炼腰部的柔韧性及其他性能，形成一个可以聚财的腰部。8. 毛发逐渐浓密。一个人身上哪些部位长毛，一半取决于遗传，另一半则伴随着命运与生俱来。有的人在某些部位毛发旺盛，不仅是此人精气神的体现，更是预示着这个人财大气粗。人的头发、眉毛等乌黑发亮，则代表其精力充沛。如果一个人平时发质稀疏暗淡，但近期毛发开始变得慢慢的光泽浓密，说明运势在逐渐好转，之前让人烦心的事情也都在朝着有利的趋势发展，那么发大财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9. 痣相变淡。面相中的痣有吉有凶，不过常言道面无善痣，一般出现在脸上一些很明显的黑痣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运势。若是一个人脸上有主大凶的痣，但近段时间的痣颜色慢慢变淡，接近于肤色，看起来不再明显，这也预示着运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样面相的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人即将有大财可入，是即将发财的征兆。10. 鼻翼逐渐饱满。在面相中，鼻子是财帛宫，与一个人的财运有关，而鼻子的两侧鼻翼则是廷位兰台的位置。相书有云，兰亭横行，时有9盈，也就是说，鼻翼逐渐饱满的人运势十足，做事情容易取得成功。这种面相的变化代表内心底气足，做事心中有数，从而赚取大笔财富。11. 手中出现数条财运线。财运线是出于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的好坏。通常人在少年时期手掌中比较少出现财运线，一般人过中年手掌中有较多的财运线。如果一个人以前掌中不见财运线，而最近一段时间手上突然出现大批财运线，而且这些线又深又长，也是很快要发家的征兆。12. 手心痒。手心有掌权的寓意，想必很多朋友都清楚。手上面的掌纹也有不同的寓意，很多有富贵纹的也确实发家致富，成为有钱人。所以手心痒的话，代表财神在你身边过。这种痒是一下一下，男左女右，左撇子除外，不是一直痒，是很短暂，人体能忍受的痒，通常会来意外之财。至于财运多寡，当然还要靠自身命格来。13. 五官发福。如果一段时间发现你的脸型慢慢变圆，而且有显出发福的痕迹，这也是你转好运的征兆，好好把握机会，定会事半功倍。而一般通肾，运气不好时，耳朵往往是暗淡或者色泽枯黄，一旦好运要来时，耳朵会变得白里透红，则说明这人交好运了。14. 鼻头红润。正所谓问富在鼻，根据一个人的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富贵运势。鼻头为财帛宫之所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变化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头近期内变得红润的话，代表着整个人的气色很好。近期在事业方面会遇到贵人的提携，远离小人的纠缠，是一种横财的征兆。脸上如果出现这种特征的话，代表着近期可能会有富贵临门，事业上发展也比较如意，
在钱财方面，近期可能会比较的宽裕和充盈。15. 眼神温和，眼神的面相也关系一个人发财的机会。一般来说，看一个人的眼睛，如果眼神犀利、目露凶光的样子，很容易吓走身边的贵人的。如果一个人眼神柔和、面带笑容、精神抖擞的话，贵人运、财运、事业、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会有所改善。另外，财神爷也会眷顾他们，因为眼神温和也是即将要发财的面相特点之一。16. 上下眼周发亮，招财之人眼睛的上眼睑和下眼睑都很亮，当然不是出油的反光发亮。从面相来看，上眼皮为面相中的田宅宫，当此处皮肤明润发亮时，即为你财运转好之时，容易在财富上有着出其不意的好运。职场中易加薪或者获得奖金，商场中可专注经商，是丰收的好时机。反之，若眼周长期发黑，财运会有暗号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散财童子，需要更多专注在开源节流上，同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以上身体的16种变化，代表必有横财到来，富贵迎门。虽然运势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，但是却可以通过一些东西表现出来，比如身体上的一些变化，有时候就对主人最近的运势有一定的反应，所以应该多加留意，以免错失好运。他们不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有升官发财的机会，而且横财更是多的数也数不清，只要有心赚钱，赚的亿万财富也不在话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